啊人权呢？人權啊，邊條權？未翻，嚇？我做緊直播啊，唔好意思啊，啊，遊戲直播，你自己知。哎呦，我们又回来了。然后我先把链接都发出去。不好意思啊，大家不好意思啊。好，我先看一下啊，应该都传出去了吧？那个，好，我们开始啊！欢迎收看本期第一期的 BTS Behind the Script BTS China，因为我们有点技术问题吧，然后拖了这么久，不好意思。我是安村 HK，然后大家都叫我春儿。然后我们先介绍一下，蓝军这边的右野，然后就是绿军这边的，呃，痛酱是吧？我发错了。好，好，我们呢先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吧，六爷先吧，先介绍自己。啊，我就先啦，对行吧，那我你先吧。就简单说一下。其实我入坑的时候是被那个清华的那个什么摸哥拉我进来的，然后一直也就在清华附近活动，然后去年就是今年吧，今年3月去德国游玩了一趟，然后从他们那边学习到了不少的姿势吧，然后回来以后也一直比较活跃，然后现在准备签证，马上要跑回德国去，基本上就这样了。哦，好的。我会给大家送碎片来的，耶、好好，我们先第二个介绍的是绿军那一边的那个通酱。好，现在已经到我了是吗？对对对对对。好好好，那我介绍一下，我是武汉的屁腾，这个账号其实并不是我当时想这么起的，但是奇奇怪怪的就起出这个名字了，然后就被大家叫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名字，然后现在好像有叫什么腾酱全国后援会，这个就是跟我有关系，我也并不知道这个组织是怎么出来的。大概就是这么多吧。我平时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活动，欢迎大家来找我玩。OK。好的好的。好，我们就现在开始我们 BTS China 的问题了。先第一条，在你尝试过的那个任务 mission 里面，你认为最坑人的是哪一个呢？那个绿军先打吧。最坑人，我其实没做过多少任务，我大概现在任务列表也就10几个任务吧。然后之前去昆明的时候做了一个超级坑的任务，它大概就是大概是一个它是一个有顺序的任务，然后在昆明的那个滇池风景区，然后我本来是在那个风景区转了一圈，然后转到一个离任务起点很远的地方。但是这个任务又很吸引人，然后我就走了1公里，走到了那个任务的起始地，然后又走了3公里，走到了那个任务的终点，然后发现终点是在一个十字路口，而且那个地方又没有公交车，又没有出租车，然后最后又走了3公里，走回来了。这应该是我做的最坑的任务，反正就是一直都在走。那也挺坑的吧？然后我们是啊，反正就是为了那个牌子，那个牌子还是挺好看的，主要是为了那个牌子，然后大老远去旅游，总得做点任务。哎呀，反正就是走的太多了。那就挺好玩的任务，应该是蛮不错的。还好吧，反正挺坑的。还有其他坑任务，我们学校有很多
基佬任务，就是也是别人申请的，就是放一个那个什么日暮里的某男子的裸身图片当图标，然后我们那儿还有很多女性玩家把这些任务全做完了，我也挺佩服他们的。哇，那还不错吧？然后我们就请蓝军这边的吧。哎，六爷。好，我先讲一下那个华科的那个东西，叫做新日暮里传说 Deep Dark Fantasy， 上面放的是万萨玛，是一个著名的 GV 演员。OK， 先讲一下。我做的任务其实也不多，我到现在也没有开过那个任务的金牌100个吧，忘了，反正应该是没有开的。然后目前做的最坑的一个应该是在那个海牙，因为它是一个酒吧比较多的地方，然后他就要让你沿着那个海牙的那个酒吧街全部的按顺序的看了一遍，然后到最后一个 PO 的时候，他问你的是问了一个问题，说是旁边有一家修道院，它里面酿造的啤酒是哪一种呢？然后他底下提示是，如果你不知道答案，可以到旁边的某某某酒吧去问老板。然后我跑到没办法上网查也查不到，于是只能跑到旁边那个酒吧问老板，然后老板说那个任务就是我提的，然后没办法，然后他就把答案告诉我了，大概故事就是这样。然后出于也不太不好意思吧，然后就只能进去买了一瓶这么个啤酒，也算当做一个纪念品吧，就是这么一个最坑的任务了。老板其实是一种营销手段，让你去买啤酒。对，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也挺坑的。然后我们就这一条就完成，我们看一下下一条，等一下。下一条是你为了就在 Ingress 里面做过事情是最有趣的事情是哪一个呢？说一个就可以了。我们请六爷先吧。要说最有趣的事情我是这么一回事，是当年在我刚从德国回来以后，然后在北京这边跑一跑，这时候北京整个的话，北边基本上全是绿色的控制的，比如说西北边的什么，反正而且在刚出来不久的话，北边是遭了一个疑似于飞机的这么一个人吧，比如说他半夜11点钟出现在那个一个客运站，然后4点钟出现在一个景区里面，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然后他就把北京的北边给照了一下，然后没办法，我就先过去拆嘛。然后拆了一个顶点呢，结果发现是在一个景区的里面，然后这个景区目前还是封闭着的，也就是说没有正常的手段可以进去。但是我为了跑到这一个城市，已经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我不想就这么空手的回去，所以我就专门问旁边那个去搞货运的，然后去包了一艘船，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了那个岛的旁边，然后他告诉我这个岛虽然上不去了，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往旁边靠一靠吧，结果靠上去以后正好就可以摸到那个 PO 的边缘，于是我就把它炸掉了。我炸掉以后正在往回走的路上呢，然后就原来那个 PO 的那个主人就在 com 里艾特我说你怎么能这么对吧？你这明显是飞机啊，那个岛目前上不去啊。然后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我是包船上去的，然后大概也就是这样了。然后也就是我第一次被怀疑成飞机吧，然后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好啊，那我们继续就问绿军这边的，普通话说的不太好，那个叫腾酱是吧？不好意思。我最有意思，我在知乎上发过一次，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经常晚上10点多钟，然后出来，然后就是穿着我那个帽衫，然后戴着帽子，然后到那个树林里面去黑剖嘛，就是我们那儿有很多剖，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我们学校生命科学院就是学生做完实验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就把我那个帽一戴上，然后把头一低，然后就在那吓唬人，
然后这个吓人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因为我本来是身高还是很有自信的，然后就是再把脸一蒙上，然后在黑灯瞎火的这个树林里面，然后他们一经过，然后我再放个炸弹，然后就会听一个非常这个幽静的女生说什么你正受到攻击。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有回走的时候，把旁边一个妹子一下就下个跟头，反正这个挺有意思的。大概就是这样一回事儿。吓跑妹子，你为什么不把她拉进 Ingress 里面啊？他直接就跑掉了呀，我也追不上，他直接摔完跟头直接就跑了。我们那个小树林很神秘，因为是一个基佬学校嘛，所以有男性在那儿被推倒过，原来，所以那个树林一直很神秘。不，你说的那个什么基佬被推倒，什么东西啊？不，就是我们那个树林原来出过事儿，就是有男性被人推倒过，然后。所以那个树林大家都很害怕嘛，然后我就跑到那个里面黑剖，然后顺便再把人吓着，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流程，效果很不错。效果很不错。是啊。我们看第3题啊，第3题是，当你达到第8级的时候，你在哪里呢？还有那个，你到8级的时候那一刻的反应是什么呢？六爷说吧。六爷记得吗？要我先说。要我先说。对。我到8的时候应该是在清华的那个雕塑园里面，画多重，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画多重了，我觉得。后面好像教新人的时候画过一次，然后那个时候也开了那个 Field 的银牌嘛，然后到现在也还1200多个，反正自从那以后就没怎么刷过 IP 了。然后当时环境就是深夜里嘛，一个人嘛，然后在那个清华的那个雕塑园里面走嘛，然后撞见情侣无数嘛，我感觉就是终于不用再刷 AP 了，大概也就这个感觉吧。就很久也没有练过多重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了。那你不练多重你在干嘛？我就开始去点战略点啊，打战略抛啊，什么这样的东西啊。好的，然后我们请绿军那边说吧。我8级的是一年多以前吧，然后大概是一个黄昏，也是在学校里一个叫青年园的地方，然后里面有很多树，有很多池子，有很多雕塑，大概就是很激动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是蓝军的压倒性的优势，大概20-30个蓝军，然后我是我们学校的第7个八级绿军，所以还是挺激动的。然后那天正好是某个蓝军局局把那一片田一共清理了3次，然后我正好去刷了3次，然后就升到了8级，也挺感这些。是有点卡住了是吧？那个网速今天也是比较烂的感觉。都说好了吗？这个今天有点卡，可能是听得不太清楚。喂，能听见吗？可以。我已经说完了。好的，不好意思啊，今天网速卡住。好。我们到第4题。你最希望去哪个城市去玩这个 Ingress 呢？然后我们先从绿军这边开始吧。
去哪儿玩儿？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很重要，因为这个还是看组织需要嘛。到时候需要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然后到那个地方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很多时候反正要说现在想去哪儿的话，可能乌海那个地方挺好的。因为没有什么绿军，不，你说嗯乌海是什么意思啊？你要说清楚，六爷在旁边，六爷在这里。我的意思只是去打 link 什么的，不要想太多。嗯，你要小心六爷打你了。哦，六爷能听到吗？笑得够开心。啊，可以听到吗？我终于听到了，刚才网还比较卡。今天是比较卡，我下午测试还好。你说吧，是乌海啊。哎，乌海是个好地方。不，六爷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他是掉了吗？能啊，不，你现在到你了，我没掉。问你那个没掉，那你说话。说什么呀？我刚才说就是去哪个城市玩 Ingress 最好的，哪个城市玩 Ingress？对。你现在在国内吗？我觉得哪个城市玩 Ingress 最好？你肯定至少在2个城市里面跑一跑才能有点价值啊！你在一个城市里没什么价值的呀，基本上就是这样。没有价值，那乌海呢？如果非说在那个城市里面好的话，可能是武汉吧，因为武汉城市，你就在武汉一个城市就可以跑好多地方了，也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它城市比较密集，就像那个杜塞那边城市吧，大概就是这样。哦，是这样的吧？六爷第一次来武汉就把武汉给围起来了，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把它解开。哦，好像现在还没完全解开。你们打掉那个 link 还不是我拉的。对，那好像是另外一条 link， 你是拉了另外2条 link。喂，还可以，好吧，我们就下一条啊。Ingress 对你保持游戏的最大吸引力是什么呢？谁要答啊？谁要先答？这个无所谓啊。好，你先。那我总结它，就是这个游戏，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社交游戏吧，还是认识了很多人，不管是友军啊，还是敌军啊。然后现在武汉群前段时间被人说就成为了一个舰娘群，大概就是大家现在关系也越来越好。反正。我前段时间还跟一个加拿大的一个人，他在我家乡这边，然后跟他见面，然后跟他用英语说话，然后说的并不是很好，反正就是认识了很多人嘛，这些人可能将来会成为一种资源，也可能就是反正这部分友谊应该会就是承接下来呗，反正就这些吧。好的，谢谢。然后我们问一下六爷。到你。我觉得其实比较关键的一点吧，第一点是它会吸引你去一些你原来从来不会想去的地方。对，就是告诉你那个，然后自从玩了 Ingress 以后，我就觉得对整个不管对北京的不同地区叫什么名字啊，之前我在北京待了2年多，完全没有任何概念。就是朝阳区在哪里，石景山区在哪区这么一个东西吧。然后，玩过这个以后，对北京的各个街道啊，基本上然后特别是对一些市的那个地理位置也有特别好的了解。比如说，
杭州的连线正好卡在南京的北边啊，这样的一些奇怪的事情。然后当然更关键的还是能见到很多人吧。然后其实这也是 Ingress 作为它游戏的一个很大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能见到很多很多的人，哪怕是你刚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在 com 里随便吼一嗓子，然后马上就会有人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去那个法兰克福的时候，直接一掉下飞机，然后立刻有那个一个德国的蓝军，他就开始就 com 里他就在艾特我啊，让我去加他们的那个游客群啊，这样一个东西。他们也后来也参加了他们一些的聚会，然后对我帮助还是挺大的。就相对于其他的游戏来说，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能让你见到那么多真正的就什么样子，就是这个样了。我也觉得这个游戏找到不少人嘛，去了不少城市，认识不少人嘛。然后，那你们就是说你玩 Ingress 的话，你会每天会花多少时间呢？或是每星期这样说？先每天开始吧，每天都会玩是吧？随便一个数啊。应该每天都会玩吧，因为现在要签到嘛。那你每天玩的时候投入的时间是多少啊？该不是一个签到就完了吧？每天可能现在比较懒，我回武汉可能会勤奋一点，就是现在可能每天1小时，或者是心情好的话就多跑跑，就是如果要多的时候就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都有可能，看去这个PO多密集的地方。如果 PO 足够密集，而且足够多的话，应该时间还是会很长的。平时也会做的多重。当你今天玩好卡。我来说一下。说吧。行吧。我好卡吗？对，我先换一下。好吧，没有几天签到就已经。然后我在我家这边的话也没什么可做的，每天就签个到，然后就回来了。特别是现在妹纸在这边，然后基本上也是约会的时间更长一点，然后顺路走到那个 PO 上面就摸一下，然后今天就不玩了。至于每天玩多长时间的话，这还是主要看当天任务是什么吧。也不好说玩多少时间，比如说你把不把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的路上的时间算作玩它呢，对吧？如果是玩它的话，我曾经在那个刚放暑假的时候玩过，连续玩了1个星期，炸一炸连一连，然后把那个青岛的绿军吓得不行，然后把那个烟台的扛把子都拉出去，跑到来去把我的拉的练成就是这样。看你PO越少的地方待的时间越长，比如说我去北边掰那个战略PO的时候，我一天在那掰过12个小时来吧，然后PO少的地方就严重。今天网速好卡，感觉6爷那个好卡，就微也就不去是的。今天应该是网速好，大家都卡，所以才会这样，不好意思啊。然后我们就继续一条。你认为自己是什么类型的特工呢？然后我觉得，先我说自己吧，不总是问你们不太好。我觉得自己是那个专打人家塔的那一种，就是恨他那一种，只是把人家的 CF 打掉吧。这种玩法天天都在找人家麻烦。然后这边的，嗨。说吧。是我。
还是蓝。我说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原来还是比较激进的吧，因为当时武汉蓝绿关系不太好，但是现在反正就看得比较开嘛，反正多走走，多面基，我觉得我武汉的蓝妹绿妹我都面的差不多了。这应该算是一个补完计划吧。然后我这个人 Ingress 主要的爱好在于对刷，就是因为我原来有床铺嘛，然后当时我附近蓝军也比较多，然后就会和蓝军经常刷，然后刷起来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基本上跟我刷过之后，跟我关系都会比较好吧，因为一般对刷完都会面嘛，面完了就可能会有些可能会去吃个饭什么的，大概就说这些。又到你了，六爷。啊，我抱歉，我刚才调了一下网速。好。我把我家 QoS 调高了一点，问题是啥呀？抱歉，各位。问题是你觉得自己是什么类型的特工，就是玩那个方面的那个塔那样的。要我说我玩的话，可能你也看到我去到武汉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计划，然后就把武汉给围起来了，就是这样，然后我走到盯着那个什么 AP 啊这种东西去看，然后就专门找那些犄角旮旯里的呀，不容易过去的呀，一定要爬山的呀，一定要翻河的呀，开车开不过去的呀这种 PO， 然后就把它点亮了，然后掰它个几十瓦的 K， 然后丢出去散出去，然后是比较偏那种打新闻的这么一种玩法吧，应该是这种特工。好的，然后我们今天问题也问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进那个 Q&A 那个环节吧，看看有什么问题看一下，因为今天技术比较麻烦，所以就弄好了，然后就卡住了。哎呦，先是弄个东西。看一下问题。等一下，今天网速有点慢的感觉，好卡。好，可以了。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吧，他们那个看看两位嘉宾是如何看待这个 NIA 脱离 Google 这个事件，未来的应该走向会是怎么样？你们能听到问题吗？可以听到问题吗？听到了呀。好，可以了吧？六爷可以听到了吧？听到。听到问题了，听到问题就可以答了，可以答，会回答。行吧，那我先说一下吧。然后其实这个问题是柔柔问出去的，然后问出去以后，我第一时间就跟他说，快去给我写稿。所以说以下的稿件都是柔柔发给我的，然后基本上也就这样，没有，才不是呢，故事不是这么说的，就是他把锅甩给我，说既然我问了，你就老老实实去打嘛，然后不要把锅甩给他嘛，这样就是这样的。这个星星从那个 Google 那边独立的话，第一件事情也就可以看到，就是他钱不多了，钱不多了，因为他那个需要从 Google 那边买各种什么服务的样子，虽然不知道他们内部是怎么个结算方式嘛，然后总之他们来从 Google 那边拿的这个援助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多，所以他们可能更需要自己去独立门户的去拉一些赞助啊，比如说和日本的那些什么 SB 啊。什么 MUFG 啊，什么伊藤园啊，去搞一些这种各样的合作吧。可能
Portal 数对于玩家来说，可能 Portal 数目会变多，因为它拉的赞助越多，它的那个广告扣就越多嘛。然后它的各种新式道具可能也会翻的比较快那么一些。我觉得也就是这样吧，没有什么其他的了。好的，谢谢。然后我们请这边。我感觉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影响。刚才六爷也说了，就是他可能会就是找其他的赞助呗，就是暂时还没有看到什么影响。我觉得就先观望一下，至少还是不会退出这个游戏呗。其他的就先看看吧，就是先看一看会有什么影响，然后再考虑接下来需要干点什么。我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态度。好的，感谢。然后我们就问下一题，看一下啊，下一题是什么东西啊？下一题是，一下。这个是问六爷的耶，六爷要不要答？六爷要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先念呗。就是说问六爷，你对于那个大队长的感情起源是何时何地？哦，这个问题好啊。没有那个了吧，对吧？然后这么说吧，就是当时是那个碎片第一次到南京嘛，然后我就从比较强的地方，然后去了以后呢，是体育的什么时候呢？就是有一天晚上，然后就是我们在第二天晚上打完了以后，还是不对，第一天晚上打完了以后呢，然后那个应该是第二天晚上了，不关键。然后那个大队长发现那个早上的绿军那个不是很多，所以他就想安利许多，就是劝说其他的蓝军也就晚上留下来，然后第二天早上一波带走嘛。结果在那里说我们就住在那附近吧，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把他送走吧，送走了就一点事都没有了。然后就是最后他和春儿住在一起了。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能为这个能对春儿付出这么多的，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吧。然后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好的，十分感谢啊！先听到这个答案，大队长会不会在这里看直播啊？好像会吧，我看刚才那个评论里面好像说好像有吧。好，这里有个问题是问绿军那一边的，腾这样的，对于马基的激情是如何评价？这有什么？不是，就是为什么人家蓝军的问题是跟妹子的，我这边是跟汉子的，我这个很不能理解。我也讲。对啊，我这个问题很严峻。那个我也讲一下大致怎么回事吧。就是我在老家有一个就算是成就PO的一个东西，大概有个300多天了。然后这个汉子呢，为了表达对我奇怪的感情，然后就跑到我的成就PO去，然后用自己的蓝小号炸掉了所有不属于我的杆子，然后插上了他自己的杆子，然后在群里说这是我们两个的什么恩爱PO，然后反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儿吧。然后我再回答问题，这个怎么回应这个感情？这个就按套路来说，就是我很感激他有这样的感情，但是我在这个生理上可能接受不了这种感情，还是希望，哎呀，做个朋友就好，这样。那有人问你说你是吉祥物，这个你有什么看法啊？这个？吉祥物这个可能是因为我面的人比较多吧，然后，哎呀，这个很难说呀，这个人受欢迎，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啊，就是
当吉祥物挺好的，挺好的，这样可以面到更多的妹子。好的好的，今天真的有点快。哎，这个问题怎么问我啊？什么是不是传说中的基佬？这个问题什么鬼啊？我负责任告诉你，那个春二不是基佬，除非你认为大队长是男的。喂，你说什么？找什么？你所以说这个 CP 关系有点乱，你们能不能解释一下？哪一个问题？哪一个问题比较？因为我今天好卡。负责任告诉你，那天晚上那个大队长和春儿是住在一起的。至于是谁推了谁，还是不好说的问题。如果你认为那个大队长是男的的话呢，那么春儿就是基佬；如果你认为大队长是女的的话呢，那春儿就不是基佬。故事就是这样的。喂，这你怎么说这个东西出来了？我操！没关系，我在武汉见过那个妹子，应该不会怀疑你是基佬的。我去，好，这话题过啊，过，不说，再说下去，不知道说到什么时候啊。然后有人问这个问题，有点，等一下我先看一下。你们对于官方来说，这是 AIA 来说，这是越来越多的那个广告东西、广告道具出，你们有什么看法呢？广告这玩意就是那个 HIA 啊、SBLA 啊这些东西，你们觉得什么想法呢？我觉得吧，就是可能会越来越多，会不会有中国份的感觉？会有，或者是香港？你们呢？你们觉得呢？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回答，因为从实用性上来说，广告物品的这个实用性可能要稍微强一些。你像什么 HIA 好像是比粉盾稍微强了一点点，虽然说只是一点玄学的加成，并不见得能强多少。但是红胶囊感觉还是很有用的。再有就是那个软银的那个 link，现在不是已经用在了很多大新闻的这个里面，至少它跟原来的 VR 的那个 link AMP 相比，它可能并不需要花钱去买，这点可能还稍微好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看法。好，然后6爷，我觉得吧，现在这个广告还仅限于对既有 mod 的这么一个增强上，比如说那个盾啊，对 LA 啊，对这个胶囊啊，然后你想一想，那个 Ingress 还有多少东西能开脑洞呢？你这是又卡住了节奏吗？可能是我这边看看。嘿，怎么跑了另外一个进来？怎么进了2个？可以用这个，好，可以听到，你说。喂。又卡住了是吧？哇，我知道我擦。等一下啊。喂，可以听到吗？6爷可以听到吗？我刚才掉线了，抱歉。好，没关系，你说。OK， 抱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它只是对那个 mod 的一个增强，然后你想 Ingress 也没有多少 mod 能让它继续玩了，也就是 Modern Hack、Hitsync 这些。我就觉得如果它继续这么招广告的话，可能会逼迫星星开脑洞吧。然后我觉得
整个包括它也没有给，首先它没有给玩家造成多大的困扰，因为当我们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确是用它的官方名称，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觉得被植入了软银 link 呀，我们就不叫它 SBUL 了嘛，对吧？然后我们说这些东西的时候，也的确给他们产生了一个广告效果，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广告的植入方式，我个人也非常能够接受。特别重要一点是，它能够逼迫猩猩去开脑洞，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种发展方式吧，就是这是我见过可能是最好的植入广告了，就这样。好的，感谢。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吧，再看多3条可以吗？多3条问题，我找一下啊，因为今天问题挺多的，突然间冒出来。看一下，这里挺娘是什么？看一下，哎，你那个，等一下，问题突然之间弹出来，需要时间看一下。怎么这里？不，有人说把话题扯到大队长身上啊，这是，你们应该都看到了吧？你们应该都可以在 Q&A 里面看到的吧？我看一下。我都看一下什么情况，这就爆了很多出来。第几条啊？6爷升个坡叫那个什么，去读完之后什么瘦妹子是吗？这是评论。我看一下啊，就这条吧。为什么国内你们觉得为什么国内会比较少见那一个就跨阵营的那种 artist work， 就是那种画画吧，应该是 CF 画画什么的，这一条吧，你们觉得呢？我觉得估计是比较懒是吧？大家比较懒还是绘画什么的？有时候啊，是说黑的时候那个画图是吗？哦，是说那个集体，就是大家一起蓝绿一起画画什么的，就是好像国外那一种什么的。这个国内也有嘛？我在Google Plus 上看过很多，因为我老家就搞过一次，我老家在哈尔滨，这边蓝绿关系非常好，他们经常做一些 field art， 然后还有之前有一个战略坡，然后那个展博士去世了嘛，然后好像也是蓝绿一块儿弄了一个 field art 吧。应该国内还是有的，但是策划这个太麻烦了，还要到那个地图上去画，还要这个找很多人，反正挺麻烦的。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它这个field art， 首先第一就是中国的 PO 比较稀，这是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包括上次在清北画那个 field art 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 PO 太稀了，导致你很难画出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些图形，因为就是它限制了你的这么一个选择，要么你包括在北京的话。也比较密的，也就2-3块地方，然后往往还都是战区，就是旁边的人还比较多，你去那玩一玩，很有可能就被
旁边的人给打掉啊，或者这样东西。所以目前我看来的话，还是只能画一些简单的这么一些图形，然后可能参与的人就会比较少。参与的人比较少的意思就是其他的人就比较多，对，然后所以说他在组织上就会可能比较有一些困难，另外我就想，也没什么可以吐槽的吧。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限制和的创意能够得以被实现，只能画一些简单的玩一玩的这么一些图形吧，就是这样。好的，感谢啊。然后我们就说一下今天怎么回事。本来是说是9点开始的，然后我们就发生了一点技术问题，然后就是声音开不了什么的，然后最后我们解决了，就是推迟了差不多蛮久了吧，那就十分抱歉。然后网络服务商也看不下去，六爷晒妹子哦，知道今天要晒妹子，所以，哎呀，不，好奇怪，你们绿军怎么说晒基友呢？好奇怪，两边不一样的，会打死我啊！说完之后，并没有晒基友啊。你看一下那个 Q&A， 那么一统在说什么 ？Q&A， 哎，这样不好。你看我都已经严正拒绝了基友，而你俩是在抢妹子，明显是你们在晒。谁抢妹子啊？好好说啊，谁抢妹子啊？六爷都是你啊，说什么？不要把这个话题扯出来了。唉。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条吧，我们再看最后一条是说，就是说你对，今天有点技术那个问题，不好意思。你对于来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你有什么感觉，或者是对着镜头你有什么就是好说的，都可以说一下。就是对于这个参加这个 BTS China 这个节目。还我想先说吗？我看六爷那边一直都在看屏幕。可能是吧。我就先说吧。那个这个节目体感感觉挺好的，邀请我的时候感觉这也是一个就是蓝绿友好交流的这么一个节目。再有就是很多时候可能见到真人和在频道里感觉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吧。反正希望这个节目能越办越好，下次可以换一换其他的直播方式。感觉今天网络也不太好。然后就是感谢那些在群里面黑我的人。大概就说这些吧。那你回去怎么办呢？你在这里黑他们一下。黑他们也没什么可黑的吧，反正你们黑我的话，我回武汉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啊？可不可以预告一下？会发生什么小树林事情是吧？我可能会把他们在树林里面进行一些奇怪的教育。这样。武汉的绿军要小心了，现在有人发话了。然后好，我们就到六爷这边。其实最开始让我上这个节目，我是因为看那个柔柔曾经在去年的12月份上过一个 BTS 那个国际版，然后当时我就拜看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看了一下他当时的那个表现嘛，然后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么一种教育的方式，特别是我去武汉的时候，
虽然只在 com 里见过了，但还是没有真正的看过那个腾腾酱的那么一个阵容，以至于我曾经一度认为腾腾酱是个妹纸。对，基本上就是并这个样子。不是。对，然后我再问一下，那个粽子的确是妹纸吗？因为我那天在武汉想约粽子的时候，他以外面下大雨，他要回家晒被为名给拒绝了。粽子这个她应该是妹子，这个我也不好直接透露，你可以见她一面，想办法见她一面，直接到华科去赌的话，应该还是能赌到的。这样。对，然后这一方面就是能够真正的见到一些可能平时原来根本就或者有不幸错过了或者怎么样，然后能见到他们一些阵容吧。然后也就是这样了。好的，然后我们就特别问题吧，你们都应该听得清楚吧？现在可以听得清楚吧？给你2分钟时间，你现在就说你怎么去招人，就是劝说一个不玩 Ingress 的人玩 Ingress， 2分钟时间，要不要先想一下？给你们1分钟时间想吧。6月怎么回事？1分钟时间给你们。其实我前不久刚安利一个同学玩 Ingress， 然后他选了蓝军，选完以后跟我说选了蓝军。那选了蓝军，那怎么办啊？那就把他怎么办？那就选蓝军呗，那我也没有办法。6月又卡住了，怎么回事？我没卡住啊，我没卡住啊，我只是保持这个司令的姿势一定时间而已。都想好了吗？这个我刚才问题好像怪怪的，刚才问题好像怪怪的。没有问题，没有怪怪的啊。然后其实我到现在我开嘛，然后其实我也没有怎么安利过人，可能唯一一个受我影响入过这么一个游戏的人，就是因为我经常在他面前说嘛，就是说我今天又去了哪，我今天又干了什么事儿，然后就是这样，然后说了一段时间吧，结果他也就入坑了以后也就特别的活跃，然后我们在清华里面那个炸也是刷过一段时间，也是挺好的。然后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刻意去安利，除非你真的有一些任务去安利，比如说你真的需要在哪个城市让他有这么一个人吧，然后你就跑去把你的各种基友啊那种什么东西，然后去把他拉进来的时候，除此之外的话，也没有什么必要去特别的去安利别人，天天加这个加那个，毕竟能够玩下去的人，他最终他都会接触到这么个游戏的，然后不会玩的人，他也就怎么样呢？也就不会因为你安利他，所以他就怎么多玩吧。我是个人是这么感觉的。所以我可能安利别人的方式就是不断的给他讲这个游戏你会能够得到什么，能见到很多人，能去很多奇怪的地方，这么一个想法去讲给他听的以后呢，然后他如果入了就入了，不入就不入，他入什么其实我也不管，就是这样。其实我好奇，你们遇到绿军的，就是遇到绿军或蓝军双方阵营的时候，通常都会怎么样？会不理会还是做些奇怪的东西啊？你的意思是就是遇到什么？遇到绿军或者蓝军？你在 Ingress 就玩的过程中，突然之间见到那个对方在附近什么的，然后你通常会怎么做呢？就会逃啊，还是躲去看人家，还是怎么的？先在公屏里面发一个这个哲学符号，就是奇怪的性别符号，然后他如果回你的话，就会约他是否是要见一面，如果要见一面的话，就愉快的先藏起来等他过来，
然后在他背后轻轻的叫他一声，好像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吧。不过对妹子的话，还是会主动去的。哦，六爷呢？那妹子是主动去冲过去是吧？嗯。我目前来说，其实我去那个狗爷，大家应该都知道嘛。然后我曾经为了去面狗爷，然后发现在 com 里一旦发现他的信息，我就追出去嘛。结果到最后也还是没有见成过一面嘛。然后他就一直在愉快的踩着滑板鞋，愉快的跑掉了。不是滑板鞋，滑板那个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其他的绿军，我在德国那边也面过不少的绿军，但是国内的话。特别是那个一般来说会专门就是路过的话会面到，因为就是这样，也不会刻意的说啊你在附近啊来面一面啊，除非是新人可能会出来让他出来见见，但是可能是蓝的绿的这个都会去见了，所以说包括在那个之前在那个清华的前面见到了那个什么 FIO 啊或者是什么英克松啊这些人，我也都会去。就是没有见过的人，我会专门跑去见他一下吧。如果是以前见过的人的话，可能就并不会。就是说，当那个我们前面1号楼的那3个人跑过来拆我床铺的时候，可能就并不会专门的跑去见，因为已经在平时的过程那个玩的游戏中经常会碰到啊，或者是什么一个这样的过程吧。也就是说，如果是新的 ID 原来从来没有见过，然后发现在附近，然后如果我不再搞什么 ops 的话，然后平时和他交流又没有对他产生一些什么特别不好的印象的话，一般都会专门艾特一下，然后问他到底要不要在哪里见一下，就是这样。你看我会专门跑专门跑那个华科去抓粽子了嘛，虽然他回家晒被了。然后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辛苦2位。然后我们先说一下，再说一下抱歉，就是今天那个有点技术问题，所以就是网络好卡住了，所以就推到差不多9点半才开始，就是十分抱歉。然后希望大家之后会继续看这个节目，然后就是再次欢迎就是六爷挥个手啊。什么鬼？还有那个腾酱，然后你们2个好随便的感觉，这什么鬼啊这个？好，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然后我们过几天会出一个新的 event， 还有把我们这个技术弄得更完善一点，因为毕竟我们是第1期，所以有些技术问题可能弄不好。然后我们尽快会处理的，然后感谢收看，然后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再见。拜拜。就这样了，好，拜拜。拜拜。OK，结束，再见。OK。好。